早安各位，又来到了应援拍摄单元。不对，是镜头测试单元。这一次拍摄的球队众多，应援也是。我要在这边先刷到台钢雄鹰，正片请再稍后一下。他们在这一次大巨蛋举办了今年234和维英 VIP 练球见学球场导览的抽签活动，让每次都抢不到名额的我，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巨蛋 B2 场内。小弟我是抽中今年234和维英啦，一早就在大巨蛋总共待了快10个小时吧。这边先放上 SEL2070G 所拍摄的场内照片跟影片，提供还没有机会进入 B2 的各位蓝旗想体验的心态，下次有机会报名，绝不容许自己错过啊！如果你终究需要这颗镜头，那这颗镜头为什么？如果是平常生活上那我应该会说徕卡 Samurai M 35mm f2.4。那如果是在棒球场拍摄，我目前会说70-200G Master 2，因为依照平凡的观众抢不到比女孩视线还低的位置，那这颗镜头就会恰如其分，甚至我觉得有些大材小用。反之，我觉得有机会太近，腾龙的35150可能会比较适合。这支影片主要使用70-200G Master 2，简易比较，装了增距镜，还有没有加的差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这颗镜头的优势绝对是光圈跟对焦速度，还有 Full Time DNF 这个功能。虽然这个功能在70-200G2 也有，但我上次没有使用。这一支影片稍后会放上使用情境。这支镜头的缺点，在拍摄应援情境扣除重量跟价格外，我暂时感受不到其他的。平面拍摄、新庄棒球场、赛前拍摄，这颗镜头优势光圈进光量大，在相同快门速度下噪点就会变少，但在还有阳光的新庄棒球场，优势就没有这么的明显。大光圈的虚化，我个人是不太在意啦。对焦速度，不得不说搭配中阶款机身，在以下情境还是有这样的对焦速度，我觉得很赞。像第一个是一开始预测错杜佳明接球的方向，然后镜头转回去还可以准焦。然后第二个是杜佳明的左右移动。第三个是杜佳明的前后移动。赛前活动，主题日的新庄一定会有活动，大家都知道，但70-200真的不适合近距离捕捉人们参与游戏的互动，只适合拍摄远远的舞台活动。我在拍摄当下透过 A74 平庸的萤幕没有感觉到，但我把 RAW 汇入 Lightroom 之后，发现这支镜头的锐利度真的是天花板等级的。Skia Kenshi 上跟 Travis 的细节完美呈现，需要后置柔肤一下，不然真的太锐了。开场表演，虽然200端对于平面拍摄开场表演或活动只能到刚刚好，但这支镜头的锐利度真的是顶天。像是 Frankie 手上 Takiya Miu 上的签名，我觉得一眼可识别，真的超级满意。那如果是亚瑟王赛前管理 FA 站的位置，二次裁切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唯一的缺点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200端准焦范围就会比较窄一不小心大部分的女孩都没有准焦，我在这里先道歉。对了，补充一下，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 Tracy 在干嘛，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是狐狸舞的姿势，我很抱歉。比赛中的拍摄，如上支影片所说，200mm 对于拍摄投球真的太勉强了，但70-200G Master 2的大光圈跟锐利度完全可以撑起，因为光圈够大，噪点就够少，锐利度够好，就不会有模糊的感觉。二次裁切下去就是一个舒服的照片。这里刚好找到同样拍摄月的照片，可以马上比较将近4倍的价格差距，腾龙28-200跟70-200G Master 2照片的质感是否值得这个价差，那就请各位自行评估了。接着是拍摄曾状元、曾子佑，准焦率100%，毫无悬念。虽然最后几张照片焦点好像是在高国林身上，只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在准焦区，没有这么明显的失焦。拍摄魔音，这失败率有点高我觉得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刚好捕捉到主审，然后还有捕手姚冠伟在前面。第二个是雷子站在我
镜头魔音的中线上面，后来魔音跑开，焦点还是粘在雷子身上。应援 FA， 我觉得这次拍摄很顺手应该不是我手中的镜头很大颗的关系，应该是光圈 2.8 搭配长焦 200mm 让我体验良好。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要正向思考，真的不是你拿越大管炮火他们越会看你，而是你手用力的挥，用力的拿应援品吸引他们，就有机会拍到 FA 看镜头的画面。在这几天拍摄还有太阳时，快门设定320到500%， ISO 可以在不太需要降噪的500到1000。如果天已黑的状况，快门设定320到500%， ISO 就会冲到6400了。这样的 ISO 一定要降噪，稍稍麻烦，毕竟镜头已经花了这么贵的钱，已经把时间成本转移到镜头上，结果还是需要。所以我个人在拍摄时，如果现在 FA 已经在摆拍，我会视情况把快门降到250%，天黑的时候 ISO 就可以压回1250左右，降噪超支在即，不一定需要。台北大巨蛋赛前拍摄，大光圈镜头在大巨蛋来说如有神助，快门400%ISO 可以在2000以内，快门800%ISO 可以在4000以内。先做个抱歉，6月16号兄弟主场我没有拍摄过 Passion Sister， 所以先去拍他们的场外活动，加上兄弟的 VIP 尊爵席，本后的前半段区域都禁止进入，就没有办法拍到很多赛前球员的照片跟影片。但我有去外野拍摄照片跟影片提供给大家去观看，这边外野的部分可以期待一下动态拍摄的部分会比较准，也会比较详细。赛前活动，这一次阪神甲子园球场日赛前有2个活动，一个是跟黑松 Fin 活动，另一个是台日韩啦啦队赛前见面会。这2场活动我完全是夹缝中求一个好角度啊。开场表演比新庄棒球场距离还远，那只好用 Super 35拍摄动态影片啊，平面就没什么拍摄。动态介绍的部分，如果想先看，那就请快转至动态拍摄台北大巨蛋。比赛中的拍摄，已知投手邱太远，那我这边主要对打击区的选手做拍摄，拍摄方式跟新庄棒球场大致相同。这边有快门设定1000%ISO 在2000到3200之间，新庄设置1600%更快，原因是纯粹在当时的环境现场光比较明亮，在可以接受的 ISO 内，我会去提高快门速度。拍摄林安可打击到跑垒，也只有在杆子重叠的时候对焦错误，其他拍摄的照片在我看起来都算是准焦的。在这边要抱怨一下因为不是旗舰机型，没有所谓的无黑屏连续拍摄，在按下快门之后就会黑屏一下子。拍摄运动相关，我真的觉得蛮麻烦的啦，会突然看不到一些动作，然后就错过了。应援 Passion Sister 这一场应援会让我想起第一次去新庄棒球场拍摄富邦，几乎是去缴学费啊，因为兄弟主场我完全不知道等一下小白要喊什么，应援会有什么反应，所以拍起来就当做缴学费。唯一的好处是我有拍到周董摆道，还有周董摆道之后曼龙独特的庆祝方式，哭爆的小迪我只有用双眼去记录而已啊。在大巨蛋拍摄，快门200到500%， ISO 就可以在400到1250%，完全是一个不用降噪就可以的 ISO。 在拍摄这一场我最常使用的是320%，跟在新庄最多使用是400或500%差异，我个人认为是如上述所说，我在新庄可以预判 Travis 要说什么，或我知道等一下 FA 的动作是什么，哪个动作拍起来比较好看。还有一点是在新庄的环绕舞台 FA 会边走边与场边观众互动，所以需要拉高快门速度，确保随时可以拍摄不会模糊。兄弟的话还不熟，所以这一次拍摄会倾向拍定 pose。 动态拍摄在这先宣告，以下的拍摄没有使用追踪 AF 跟 AF 帮助这2个功能，纯粹测试
原厂设定的机身跟镜头自身对焦的能力。这边有很多问题，我认为是我机身造成的。依我判断，平面没有问题，但动态拍摄问题却一一浮现。新庄棒球场赛前拍摄，看完影片，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怎么对焦失败啊？有介于我怕是因为光圈 F8 导致光圈小比较不方便对焦，但我觉得这还是有点扯啦。我这边就先不评论。开场表演，这支镜头的对焦也太神速了吧，不到1秒来回网子到场中表演啊。但我觉得这样也是有问题啊，应该要去抓准在动的人物啊。虽然网子被风吹动的可能性也有，但影片中根本没动啊，对焦何必舍近求远啊？感觉对焦判断逻辑还有改进的空间，但我觉得也是机身的问题。比赛中的拍摄大网打击出去跑到一垒，不确定使用追踪 AF 会不会成功啦，但没开就是不会成功啊。应援 FA 70-200G Master 2的优势就是对焦速度很快，但对于拍摄应援没有什么太大的加分，顶多是被官方摄影卡位的时候可以迅速切换到下一位 FA， 仅止于此。这支镜头在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光圈，让背景虚化非常丝滑。对比一下上次介绍的腾龙28-200背后的网子，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啦。如果是更斜嘞，小光圈还是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好的虚化背景，但本人是认为还好啦，因为虚化太重也是会厌倦的。有时候小光圈拍出来的画面用途反而会更广泛，像是去背之类的用途，光圈开超大，手一个往外伸就焦外，超级不专业。台北大巨蛋赛前拍摄，许基宏在赛前练习这3个片段对焦点都会有一点跑掉，应该是预设的对焦太里面了吧，或者是一定要开启 AF 追踪模式，没办法让机身自己去智慧判断现在的目标是哪。那如果你们以为只有透过网子的动态拍摄才会短暂失焦吗？错，连从没有网子的外野都会短暂失焦。我很确定不是我录影快门速度动态模糊造成快速移动看起来像失焦，这是画面短暂的拉一下风向，平面拍摄都不会有这个问题，但录影就会。这应该不需要开追踪 AF 吧？就球员在跑而已啊，而且背景也无他物，还纯色的欸。唯一看起来比较成功的就只有这一段，林家伟没有什么移动的接球，超棒的机身。开场表演，拍摄开场表演 Sony A7IV 还撑得住，像我从右边偏到左边没有问题，但对到柱子跟网子很抱歉还是会有问题。我觉得这机身很懂欸，跟主人写到差不多，对焦会对准圈圈啊。比赛中的拍摄，我觉得这机身跟系统真的很懂我欸，专心在拍摄乘用机手，结果拍一拍自动对焦到圈圈跟边，超好笑。回归正题，动态拍摄全都是使用 Mode 3，不确定是不是这样的模式更适合平面拍摄。如果知道的贤者，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，谢谢大家。那林艾可被接杀的这支影片，我觉得超哦，明明跟焦跟得超好，结果在 catchball 的时候突然一个失焦，拍摄失败。应援 Passion Sister 这边一样，先比较光圈 2.8 跟光圈 5.6 的背景虚化感觉。兄弟的位置是前一排，再往右2个啊，不知道你们看完你们的感觉是如何？个人认为后面网子更清楚一点点啊，但如果你是往本垒拍，那个门就变得更明显，精美的门框实实在在在你的影片中。就像在新庄棒球场所说，拍摄应援的动态使用这颗镜头真的是大材小用。SEL-14TC 大家都知道 Sony 这几支镜头都是可以再加上 1.4 增距镜或2倍增距镜，虽说有1级或2级光圈损失，但如上支影片所说，焦段没有就是没有，后置不来的。那不例外，我也使用 70-200G Master 2转接一下，这次是体验 1.4 增距镜，这一场抬杠的位置比兄弟那一场更前面2排，这一部分就不分平面还是动态，就混着讲，因为有的部分我根本没有拍什么照片。赛前拍摄第一次体验到 280mm 顶天啦，因为降一级光圈已经从 F2.8 到 F4，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反正噪点过多就送后期降噪就好啦，完全没事。最前面有说到 All Time DNF， 我自己是用在这时候啊，当不小心被网子挡住，赶快转一下继续追踪对焦。赛前拍摄球员因为焦段变 280mm， 让我想近距离捕捉选手投球或挥击的动作。这边快门是640到1600%都有， ISO 则是5000到我设定上限6400。
那如果是王建民帮陈虎做训练，全程准焦，这种基本盘拍摄会不会愧对于这支镜头啊？那我就改比较暴力的方式去测试对焦。德保拉跟李正昌的暖身应该算垂直的对焦测试。那我试着快速切换去跟着投球姿势，发现李正昌到德保拉会失焦一下，但德保拉到李正昌对焦速度几乎跟镜头同时对齐。詹子贤跟陈志豪的传接球练习，这边就算水平对焦测试。那我看他们握法应该是在练习曲球咯。赛前活动开场表演啊，我这边都在录影啊，照片只剩吴念庭的加盟大巨蛋记者会。使用 1.4 倍增距镜应该是被摄者的画面占更大，不容易失焦，唯一失焦就这一段，然后最后还对到前排观众的头，迷航许久才回到正确的道路上。比赛中的拍摄搭配 1.4 增距镜，我要把它推到顶啊，是我最满意的地方。虽然我不是快门按到底的那种连拍人，但依照我的速度按下的快门90%都是准焦的。岳振华到了垒，张兆元阻杀失败。江坤宇举出右边方向2垒安打。陈俊秀击出中外野平飞球，这一失焦我觉得合理啊，因为刚好传过 Gary。陈子豪击出右外野滚地球1垒安打。许基宏击出外野牺牲打，陈子豪回本垒得下第4分。我没想到一举上半就让我这么快取查完毕，但我后面其实还是有补拍啊，就是补拍周思齐从2垒跑回来华垒得分的画面，这一整段照片完全整焦，超棒。应援 Wing Stars 装了 1.4 倍增距镜，拍摄应援也是蛮爽，但没有拍摄球员那种速度感的爽。多了这 1.4 有什么差别呢？差别就是你可以拍得更清楚而已啊！这边就放大观看，看一下完全未调整的照片。这边是 Winstar 韩国双输安之轩跟 Mingo 的近照，哇，皮肤真是不错啊！不是哦，放大是要来看有明显的画质减损吗？发丝明显清楚，手套上的亮片清晰可数啊。那如果直接把焦段差不多的照片比较看看，看多加 1.4 倍增距镜会不会有差？那这2张照片 ISO 不同，所以噪点会影响细节就不讨论。正常大小观看绝对没有问题。如果明显有差别，那请问这个广告是把买家当作塑胶吗？放大看一下，怡启跟怡利应该不会生气吧？应该是不会啊，因为我想太多了，他们是不会来看的。这边明显看出怡启戴的银眼瞳孔直径比较小，那怡利反而很明显，也被拍得很清楚。我看了这么多应援女孩，大部分都反而相较怡启的比较不明显，算是少数。使用 1.4 倍增距镜，几乎都使用280mm，所以也没什么好割焦段的分析比较。那后面就放上这几天拍摄的其他照片跟影片，请大家慢慢观看。观看完记得点赞或者分享都可以。今天影片就到这，敬请期待下支镜头分享，谢谢大家。